被告人，这是否是你的马甲？哦，马甲呀，嘿，是我的马甲。根据法庭的要求，公诉人已从公安局取来了另外一件重要证据的实物。在犯罪现场，警方还发现了几处明显的鞋印。经过比对，现场留下的鞋印跟从被告人家中搜到的皮鞋上的鞋底印完全一致，高度吻合。这就是那双皮鞋的实物。卷宗里面有鞋印的照片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饭给你留着呢，快吃吧。等等，我给你买了双鞋。啥？你买它干啥？快退下去。打折的，不给退。打折？多少钱？不贵，才50。才50？兰兰，50块钱对别人来说不算钱，对爸来说那是大钱，能买多少散酒呢？当初不让你去打工，你偏要去，挣了钱就这样乱花。明年要高考了，不准打工了，在家好好复习。我肯定能考上的。别吹牛啊！那平日里学习好的，到考场的时候掉链子的多的是了。那1本不行，我2本也肯定能考上。我跟您保证，我打工绝对不影响学习。老王，不给退，试试呗。来，我给你看看，这鞋可好呢。爸爸，你坐。你看，怎么样？是真皮的不？是真皮的。那老板娘没骗我呢。来，我给您穿上。我穿。被告人，这是你的皮鞋吗？是我的。下面传唤1号证人。证人请坐。证人姓名：刘大川，年龄56。现在在何地从事何种职业？我是一个个体户，在本市3道街27号卖串串香，也就是麻辣烫。证人，你是否自愿出庭作证？是自愿的。你是否可以保证，在庭上说的每一句证言都是真实可靠的？能保证，都是眼见为实的吗？如果你在法庭上做伪证、假证或者故意藏匿罪证的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05条的规定，你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如果情节严重的话，你会被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知道。来的时候，你们的人都说清楚了。请证人签字。公诉人可以开始询问了。好的，审判长。证人，你是在什么时间见到被告人的？大概是8点过10几分吧，天都黑透了。他一般都那个时候过去。老刘呀，老3样啊，王盆来了，走。哎呀，来喽！哎，还挺快。哟，今儿喝好酒了。你狗眼看人低啊！老子就不兴喝瓶好酒。告诉你，老子今天晚上有好事儿，专门买瓶好酒，助兴。有啥好事？说来听听。你算老几啊？忙着去。行。拿杯子，好。筷子。还喝呢？这酒喝了个把小时了吧？怎么了？
蔫课了。你这说哪儿的话呀？你爱喝多久喝多久。回去也是一个人待着，没劲，连个电视也看不成。哎，你前年不是收了个电视机吗？那是给兰兰看的。兰兰呀，明年高考要复习，看电视影响的，我就把它卖了，也能省几个电费钱。我说你呀，你们家那儿正在搞拆迁呢，你这赔偿金也拿了几十万了吧？还这么过呀？那钱不能动，1分钱都不能动。那钱是我留给兰兰上大学的，不能花。你每天少喝顿酒，这钱也就有了。少喝顿酒啊，不行。我现在啥都没有了，就剩这喝酒。你不还有兰兰吗？这将来，兰兰也得找婆家吧？你说你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有哪个后生愿意找一个浑身酒气的老丈人？走了，别找不着回家的路啊！操你的心！哎，等等！咋了？钱都给过了。哎呀，行，哎呀，把这个拿上。哈哈，这个。哎嘿。审判长，公诉人认为1号证人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。根据证人提供的情况，被告人应该是在9点15分至9点半之间离开串串摊的。差不多就那个时间。证人，事发当晚，被告人喝了多少酒？4两以上，半斤以下。他平常都能喝这么多吗？他就是个烂酒鬼，没事就好滋啦2口，天天都喝那么些，也没大醉过。他平时口袋里老是装个矿泉水瓶子，别人以为是矿泉水，其实就是酒。那天他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儿，还特意买了瓶二锅头呢。被告人，证人的证言是否属实？是。审判长，公诉人向证人询问完毕。证人，你可以暂时退庭了。被告人，你喝酒时所说的好事是指什么事？指的是我那天收的废品多。王鹏，你曾在公安机关供述，你买瓶好酒喝是为了提神，为了晚上对被害人实施报复攻击的。现在怎么又编出另外一套？你要知道，在法庭上前后矛盾、出尔反尔是会加重对你的量刑的。公诉人，请你注意，在法庭上讯问不得使用胁迫性的语言。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你买好酒喝是为了什么好事？是为了报复区块人，是为了弄区块人的女儿，报复他。被告人，你从喝酒地点大概要15分钟左右才能走到案发地点，从时间上算，正好与练完了钢琴、步行走到事发地点的曲小燕的时间相吻合。这时间是你原先计算好的吗？是计算好的。有人怀疑说你用捡来的书棍捅杀被害人，可是书棍上为什么没有你的痕迹？你是用哪只手握住书棍的？右手。
直接握的还是怎么握的？我不是直接握的，我害怕，握不稳那个书棍，我把马甲就缠到那个书棍的那一头，然后我用右手再握住书棍，然后去捅那个曲小燕。审判长，鉴于王鹏被捕后，在警方的政策开导下，很快就承认了所犯的全部罪行，认罪态度特别好，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悔恨情绪。今天在法庭上也保持了先前一贯的认罪态度，因此请求合议庭在最后定罪量刑时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。好，辩护人，法庭将会对你的这一请求记录在案。给我。舒服吗？走两步。试试。我还没见过我爸穿皮鞋啥样呢。合适吗，大小？合适。磨不磨？不磨，不磨。不磨。那就好。咱这买这鞋就赚了。谢谢我朋友。不要客气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等我以后赚钱了，你要啥我给你买啥。收起来，我也穿。辩护人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？暂时没有了。我有。报告政府，我那天晚上我没穿那双皮鞋。王鹏，你是不是有新的事实要向法庭陈述？我不是陈述，我就是说话。我说话。是，说话。你说。我说，我那天晚上好像不是穿的这双皮鞋，不是。被告人，你能确定那天晚上你穿的是什么鞋吗？被告人，你再好好看看，看仔细了，这双皮鞋是不是你的？是我看清楚了吗？就是我的。案发那晚，你是不是穿着这双皮鞋？记不清了。审判长，公诉人请说。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在撒谎，他曾对警方亲口承认，案发那晚他就是穿着这双皮鞋的。被告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在法庭上一定要说实话，才能争取宽大处理。你的作案动机、作案时间以及现场证据，都已经是铁证了。最高法院有指示，叫下面的法院要慎用死刑。如果你能够老老实实的认罪，法院就可以以坦白从宽、认罪态度较好为理由，对你从轻处理。是穿的这双皮鞋。审判长，被告人案发那晚喝过酒，有些细节可能记不太清楚了，但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一直很好，这一点各方诉讼参与者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辩护人的发问暂时到此。被告人，本庭依职权向你发起讯问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在案发当晚，你确定你穿了这双皮鞋吗？被告人，请你回答本庭的问题。我记不清了。请执行法警再
再次传唤1号证人入庭。证人请坐。证人，案发当晚，被告人在你那儿喝酒，你有没有看清楚被告人他穿的是一双什么样的鞋？那倒真的没注意，不过他平时就撒了一双那个破布鞋。平时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指一贯如此，经常这样，还是怎么样？不，我说的是热天，他冬天也就在最冷的那2、3个月，他才穿正儿八经的鞋，不过也是收废品收上的旧鞋，平时就穿个破布鞋。证人可以暂时离庭了。被告人，请回答本庭的问题。这双皮鞋你穿了多少次？被告人，回答问题。我买回来当天晚上，我就在屋子里头，穿着走了几步，然后就放到鞋盒子里了。被告人，刚才证人说你一直穿的都是一双布鞋，可是侦查机关送来的所有的卷宗都说了，你承认那天晚上你穿的是一双皮鞋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在案发的当天选择穿了那双皮鞋？这个，我想想，我穿这双皮鞋，我穿这双皮鞋，就是想，即使在那个地方找着脚印，留下脚印，他们也不会想到是我，因为我平时都穿的是布鞋。被告人，本庭再次问你，你确定你那天穿的是那双皮鞋吗？是。被告人，你是不是承认你杀了被害人？我承认，我一直都承认，我是杀害那个曲小燕的凶手，我要认罪态度要好，我要争取宽大处理。被告人，本庭依职权向你进行发问。你在第一次攻击被害人的时候，你是从正面还是侧面还是背面？背面。你是怎么攻击的？啥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你到底是用手攻击的还是用脚攻击的？如果是用手，先出的哪只手？如果是用脚，先出的哪只脚？我是用手。你是打晕了被害人，还是从后面抱住他的？从后面抱住。你是用单手还是双手？肯定是双手抱，单手抱不住。那你手上那瓶酒呢？啥酒呀？你当天晚上离开串串摊的时候，你手上还有半瓶酒，你不是说你手上一直都拎着那瓶酒的吗？哦，我扔了吧？你扔了？那你扔哪儿了？你是扔到了左边还是右边？也就是说，你是扔到了人行道的内侧还是外侧？这个，哎呀，
你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捡起了那个酒瓶回家的？记不清了。记不清了。你离开烧烤摊的时候，你那马甲在哪儿呢？马甲在我肩上。在肩上，在哪个肩膀上？我就这么一甩，就甩到我这个左肩上了。是吗？左肩上是吗？是。那你中途有没有穿在身上呢？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在攻击被害人的时候，你左肩上一直都搭着那件马甲，是吗？记不清了。好，如果说那个马甲它不在的话，是什么时候丢的呢？记不清了。被告人，请你仔细回忆一下，你将被害人拖到犯罪现场的时候，他是面朝下还是面朝上？我记不清了。他当时的眼睛是睁着的还是闭着的？记不清了。那你扒他衣服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反抗？他是用手反抗呢，还是脚反抗？我也记不清了。你当时是蹲在他身边扒的他的衣服，还是压在他的身上扒的他的衣服？记不清。你确定你扒了他的衣服是吧？是。你是用手扒的吗？是。但是为什么被害人的裤子上一个指纹都没有提取到？特别是他内衣的材质，在这个大夏天手容易出汗，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些残留的污渍留在上面。还有他的外衣，连一些微量的指纹都没有提取到，你怎么说？哎呀，你刚刚不是说你是双手从后面抱住了被害人，用了很大的劲儿给他拖到的犯罪现场吗？那为什么没有你的指纹呢？被告人，请回答本庭的问题。我真的记不清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记不清，我记不清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女儿还小，我女儿才18岁，我死了她咋办呀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。王鹏，不要哭闹，在法庭上你可以说，但不能哭闹，不然会被记录在案，量刑时做参考的。被告人王鹏，你是要推翻你的供述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杀人，我就是没杀人。你知道当庭翻供的后果吗？我不管啥后果，我就是没杀人呀。被告人王鹏，你有当庭翻供的权利，但以后如果调查发现你是无端翻供，你将会负更大的法律责任。要杀要剐就随便，我不想活了。被告人，公诉人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实要翻供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杀人。我以前说的是假的，我以前说的都是假的。我没。审判长，被告人突然翻供，公诉人请求法庭暂时休庭，延期审理。同意。由于被告人情绪失控，再加上对之前的供述全盘推翻，所以暂时休庭，择日再审。这剧情啊，简直就跟看美剧一样。成功的吸引了我好奇心。往那说。赢了，齐任。不错啊。谢谢。齐任，哎，我表现怎么样？怎么跟小孩一样，还需要表扬？当然需要表扬啊！这可是我人生主审的第一个大案，而且刚刚还打出了隐藏剧情，您看到了没有？哇，其实我刚做完审判席，我特别紧张。啊，你紧张什么？连歹徒的刀枪都不怕，什么案子还紧张？我很紧张。齐任，快表扬我！刚牛老都已经表扬过我。还行。还行啊。吝啬死。
很不错啊！谢谢吉院，吉院，您的表扬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哎呦，你这跟领导套近乎这劲儿，怎么现在跟刘月阳似的？这怎么能是套近乎呢？我是很真诚的。哎，去指挥长，小王，情况怎么样？法院突然停审了。庭审了？怎么庭审了？那畜生突然翻供了。翻供就不审了？他可是铁证如山，罪责难逃啊！翻供就不审了？还有没有王法呀？没说不审，就只是说延期再审罢了。是，你分管刑事审判庭，你说说，中途为什么休庭？是这样啊，这个被告呢在庭上突然间翻供，情绪呢比较激动，场面呢一时呢有一些难控制，所以呢就宣布休庭，择日再审。那这之前问的情况怎么样？前面问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哎，小马，你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啊，你跟杨院汇报一下，好吧？杨院是这样的，经过当庭审理，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条，它其中存在着很多事实不清以及证据不足的情况。首先，这个案子它严重的缺乏人证，唯一符合人证标准的也就是串串香的老板。可是呢，那个老板他就只能证明被告人确实去过他们家店，以及说离开的时间到底是几点，但是这跟被告人他具体作案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所以呢，这个案子现在唯一可以采信的就只有模拟试验以及痕迹物证。关于模拟试验呢，的确可以证明被告人他在作案的时候用了非常大的力气，的确存在着杀人的动机。关于物证呢，一共有3个，一个是被告人的马甲，第2个呢就是他的凶器，也就是那个树枝，第3个就是那双皮鞋了，以及那个皮鞋鞋印的影印件。哦，还有就是可以知道被告人当时的时间节点，他确实在那个时间经过那里。这个庭前调查你们做了吗？做了，但是不是非常的严谨，因为我们当时合议庭都认为说，这个案子有证据、有口供、有作案动机、有作案时间，再加上被告人他一直都是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，所以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庭前调查一定要做细做透。如果庭前调查下功夫了，能会是这样吗？你们知不知道，有多少人天天在关注这个案子？特别是那些工作在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。是院长，这个事儿啊没有监督好啊，主要是我的责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老糊涂了。过去的咱不说了，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会要求公诉方补充证据。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呢？那就只能按疑罪论。继续查，也许还能查到新的证据。老刘说的对，好好走啊！我问公安局的同志了，他们讲，就凭现在的证据，就是零口误，也可以定罪量刑。当然了，证据越充分越好。接下来就照你们想的去做。如果上面再问下来，我会先替你们解释的。谢谢杨院。罗总，坐。你刚才发微信跟我说，陈树那儿跟你说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不是彩云山庄清算上面又发生了什么法律上的问题啊？不是，是916杀人案。陈树说今天开庭，被告人突然间当庭翻供，法院只好宣布延期审判。
我在想啊，如果每一个犯罪分子都在法庭上不甘愿伏法，临阵就要翻供的话，那这个案子得判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陈叔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他还说，法院暂时休庭，除了被告人当庭翻供外，公诉方提供的几条证据也欠缺说服力，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。缺乏证据链。好啊，那这个案子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填补进去的话，你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？接下来会有2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加以推论，判被告人有罪也是说得通的。第二种呢，就是疑罪从无，判被告人无罪。所以照你这么说，怎么判，这生与死，权力都在法官的手里呢？可以这么说。陈叔说，现在司法改革了，法官都终身责任制了，所以他们有权谁的话也不听，依照法律去判就是了。我还听说啊，最近广大的基层干部对这件事情啊反应非常强烈，还有吴书记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。吴书记这一天到晚忙的都是大事儿，还有时间关心这小案子？这就是你不懂了。你想啊，这个案子关系到这么多基层干部的情绪问题，如果判他无罪的话，这些基层干部不会去怪法院，他会怪到老吴头上，怪老吴不关心他们的情绪，懂吗？那就让法院判得再重一点。可是这法院里的齐衡可是头倔驴啊，你可别忘了，他那死脾气，你还记得上次那渔船杀人案的事情吗？要不是审判委员会举手表决的话，郑铎早就被那齐衡判死刑了。不过挺好，关键证据的缺失，看来有好戏看了。就让那倔驴继续倔下去，跟所有的干部作对。哎，到时候把老吴也给惹毛了。啪！这样听起来也对啊。警方的推论合乎情理啊。但我做了下调研，问了许多同志，他们说，齐衡同志并不这么认为。换律师，确切吗？好，谢谢张院长啊，非常感谢啊。最近我一直在寻思着这律师的事情，可没想到齐衡也动了这个念头。好，正中下怀。既然这样，干脆就让陈叔去当这个辩护人。好。进来。坐。哎呀，我在中院的官网上啊，看到公告了，大概再过10多天，916案件啊，会重新开庭。那您有什么交代的？被告人换了一个新的律师，我琢磨着，他是要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。什么？无罪辩护？
我想这位新的律师啊，这几天肯定要来找你，重新落实一下案情。那我怎么说呀？什么怎么说呀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呀。郝晴啊，现在是信息时代，芝麻粒儿大点的事儿，都会在网络上疯传。916案件啊，又备受大家关注，咱们犯不起这个错误呀。邻居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们手上是有证据的呀，不能被告人一喊冤，我们就自个儿怀疑自个儿吧。还有，你之前让我查的那个卷宗，我又仔细查了一遍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而且全是按流程来的，没有不合规矩啊。有些时候啊，咱们公安也不是上帝，也很无奈啊。哟，回来了。今天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哎，罗怀公物业开业，请我去捧场。他今年都请我2次了，我再不去事不过三呢。再说我在市里算什么？是啊，你算老几呀？哎，那醒酒。哎，你猜我遇到谁了？谁呀？林老师。哟，林姐也去了。他跟罗怀公真是亲戚。哎呦，那这么说，林姐在现场给他剪彩了？人家谨慎得很啊，到了现场表示一下祝贺，饭都没吃就走了。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跟罗怀公很亲切，这就够了。哎呦呦，那以后这个罗怀公再请你帮什么小事小情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不能推三阻四了，懂吗？我还不比你懂啊！快吃一成的，新买的。来，省一趟啊。唉，平常都说呀，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这时候底下干部的口碑就显得格外重要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别嫌我烦啊。这个小罗啊，专门跟我说了，让我好好叮嘱你，这个关键的时刻呢，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集体上访、集体请愿的事件。如果发生了，不管规模大小，那都是要命的。哦，您是梁教授吧？对对对，您是陈小姐是吧？对对对，啊，您快请坐。哎，好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谢谢。您可能不认识我，我是曲小燕的表姐。表姐？真没想到，我这个小表妹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小燕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，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，又是学生会干部，多才多艺。没想到，小燕最敬重的就是您。她说，您为她付出的心血也是最多的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不瞒你说吧，直到小燕出事后，我躺在床上，是流了一整夜的泪。别说是你们师生之间的情谊了，就是一般的外人，听到这样的惨剧，都会忍不住流泪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梁教授。对了，梁教授，您的生日是这个月8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
小燕跟我讲的。没想到，他还记得我的生日。梁教授，啊，这是小燕儿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她本想在生日那天亲手给你的，只可惜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不，这个东西我不能收，我不能收。这可是小燕最后的心愿，你要是不收下，她在地下怎么能安心呢？大信，我收下。看到她，我就会想起小燕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带过最好的学生。进来。吴书记，曾主任到了。好，来。啊，坐。吴书记啊，哎呀，我怀疑这齐恒会不会依证据不足，判被告人无罪。所以咱们市委是不是应该有个防范的意识啊？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，以寂寞的镰刀，收割空旷的灵魂，抚极端的诱饵，捕获缥缈的唯美。我相信自己，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，不凋不败，摇曳如花。一路走来，一路盛开。我听见爱情，我相信爱情是一滩挣扎烂草，如一阵虚伪的风。我相信自己，似如精美的秋日落叶，不声不乱，姿态如愿，驻守岁月留下的信念，生如夏花，死如秋。